他是韩国最美的翻译官。可在一次为总统的翻译会上，一个陌生的电话让他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程立10年以来一直在寻找一个人，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混混。10年前，程立和妈妈在大街上被2个混混拦住，其中一个男人抱起程立撒腿就跑。原来妈妈拖欠了他们2个月的债务，头时把程立作为担保，让妈妈第2天带钱去公司，并说会好好帮他照顾女儿。路上头时给程立买了鸡排，还把车上的玩具送给他玩。可程立却一个劲的掉眼泪，头时安慰他不要害怕，只要妈妈还了欠款，自己就会把他送回妈妈身边。回到家，他让程立住进了自己的房间。第2天，头时带程立来到公司，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也没有见妈妈的踪影。老板责骂头时办事不力，说要扣除他们3个月的工资，让他赶紧带着程立去找妈妈要钱。车上头时忍不住对程立发起脾气。 오늘 아침 9시까지 돈 가지고 온다고 했는데 12시간 넘어도 안 오잖아. 그러니까 진짜 너네 집이 어딘지 빨리 말해. 그래 아저씨가 너네 엄마 만나게 해줄 거 아니야. 程立以为妈妈不要他，又开始哭了起来。趁头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程立甩开安全带就冲了出去，即使鞋子跑丢也没有停下逃跑的脚步。最后，程立躲在了花盆后面，才逃过了头时的追赶。晚上，程立跌跌撞撞的回到家，他在花盆下拿出钥匙打开门，发现妈妈并不在家。打开电饭锅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又累又饿的他在冰箱里找到一个饭团和1盒牛奶。程立无助地吃着冰冷的饭团，回想着和妈妈在一起的甜蜜时光，程立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头时接到出入境管理局的电话，原来程立和妈妈是非法滞留者，晚上在筹钱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关了起来，过几天就要被遣送回国。他放心不下女儿，于是向工作人员求情，希望能见头时一面。妈妈询问女儿现在怎么样，头时不敢说出程立逃跑的事情，于是撒谎说女儿一切都好。妈妈拜托头时帮忙照顾女儿，过几天釜山的大伯就会把她接走，并偿还所有的欠款。说完，妈妈拿出1张照片和1个传呼机，让头时转交给女儿，就说妈妈回国打工了，等赚了钱就来把她接走。程立在家迟迟等不到妈妈，他在画板上给妈妈留言后，就穿着妈妈的拖鞋，背起大大的背包出门找妈妈去了。头时根据妈妈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们的住处，看到地上的鞋子，他知道程立回来过。画板上是程立给妈妈的留言，说自己去找妈妈了。头时担心这么小的孩子会去哪里，程立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。这时一个猥琐大叔盯上了他。 신났네. 삼촌이랑 같이 갈래? 가면 친구들 많이 해. 程立害怕的想要离开，流浪汉突然从后面把他抱了起来。程立一口咬在对方手上，刺鼻的恶臭让他忍不住干呕起来，这也激怒了流浪汉。就在他想要再次动手时，一路寻找的头时及时赶到。 어디 함부로 자식아 남의 담보에 손을 대? 어? 너 뭐냐? 나? 이 담보 주인이다. 왜? 야, 그리고 담보는 자식아 돈이 상환이 되지도 않은데 네 마음대로 도망가면 어떡해? 流浪汉再次朝头时冲了过来，可他根本不是头时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打倒在地，最后仓皇逃跑。见流浪汉被赶走，程立紧紧握住头时的手，哭着求他帮忙寻找妈妈。头时告诉他妈妈回国了，过几天大伯会来接他。 听着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头时心软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开始安慰程立，语气也变得温柔起来。 나하고 며칠 있으면 너 데리러 온대. 진짜요? 엄마가 그랬어요? 엄마가 그랬어. 그러니까 그만 울어. 아저씨 거짓말 안 해. 알았어? 程立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此后，程立就跟头时住在了一起。白天，头时和宗培去上班，程立就在家里做家务。他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。 听到脚步声，他会立马关掉电视，乖巧地站在一旁，笑脸相迎。看到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宗培忍不住向程立竖起大拇指。累了一天的头时刚坐下，程立又贴心地给他端来茶水。头时渐渐也喜欢上这个乖巧的女孩。这天，程立的大伯打来电话，说周末过来还钱，并把程立接走。几天的相处让头时突然有些不舍，他决定带程立好好出去玩一玩。因为不知道程立的名字，头时这些天一直喊他担保。 야, 담보 내 말 안 들려? 리승이요. 아, 여기가 2승이지 그럼 뭐 저승이냐? 아니, 내 이름 리승이라고요. 当听到朴头石的名字时，程立被逗得哈哈大笑，说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名字，石头脑袋。于是给他起了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名字，朴成宝，承诺会好好保护担保的意思。头石默默叫着这个名字，十分满意。他们一起去逛商场，路上程立一直拉着头石的手，生怕自己会不小心走丢。头石想要给程立买条裙子，可高昂的价钱让他望而却步。于是他们来到特价区，这里的衣服便宜但款式老旧，
好不容易挑中一件喜欢的，却被一旁的大姐给抢走了。最后宗培趁大姐不注意，偷偷拿走衣服去柜台结了账。接着他们带程立在路边吃了刨冰。头石问他在离开前还有什么愿望，程立说自己一直想去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。头石当然舍不得花钱，可看到程立一脸期待的表情，头石还是带他来到演唱会现场。他们在演唱会开到一半时，悄悄从后门溜了进去，看到喜欢的歌手在台上表演，程立开心的在台下手舞足蹈。等到演唱会结束，程立想要一张偶像的签名 CD， 为了满足他的願望，头石从袜子里拿出了所有的零花钱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夸他是个好爸爸。자상하시네요。回去的路上，程立忍不住抱住头石表示感谢，头石却一把将他推开，并严肃地教育他。 새끼들이 CD 하나 찾았다고 하면 남의 남자 이렇게 막 덥석덥석 대하는 거 아니야? 俨然一副老父亲教育女儿的场景。晚上，宗培特意给程立做了个欢送蛋糕，可此时的程立却满脸悲伤，他开始有点舍不得头石，头石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情。很快到了大伯来接程立的日子，头石在车站买了一个 CD 机送给他，他知道这是程立一直想要的礼物。 아 CD만 있으면 뭐래? 저기 음악을 들어야지. 아저씨. 这时，满头白发的大伯走了过来，在确定完对方身份后，头石将妈妈留下的传呼机和照片交给程立，叮嘱他有事记得给自己打电话，如果收到他的留言，一定要3秒内就回复。 비밀번호 알아? 663 아저씨 생일. 가자. 가자. 就这样，程立跟着大伯坐上了离去的大巴。头石虽有不舍，但也只能目送他们离开。程立走后，头石总是闷闷不乐，他每天都会找各种理由给程立留言，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可半个月过去了，也没有程立的消息。担心的他四处打听，找到了大伯家。他质问大伯程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为什么不给他回电话？大伯却含糊其辞，像是在隐瞒什么。头石见状，愤怒地将对方暴打一顿。大伯这才说出实情，原来他刚把程立接回来，就卖给了人贩子。至于程立最终被卖去哪里，他也不知道。回到家的头石每天守在电话旁，希望能够接到程立打来的电话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天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程立。他哭着给头石打来电话，原来程立被卖到了一家舞厅，他每天做着最脏最累的活，老板娘还限制他的自由，不让他出门。一天客人发脾气摔碎一个玻璃瓶，碎片正好扎在程立的脸上，老板娘怕花钱，就简单帮他处理伤口。晚上，程立偷偷拿走电话，拨通了头石的号码。 아저씨. 너 무슨 일 있어? 头石听着电话那头无助的哭泣，担心的泪水瞬间湿了眼眶。在询问完程立所在的位置后，头石便带着宗培连夜赶了过去。他焦急地来到门口寻找程立。看到程立如今凄惨的模样，头石心疼不已。他让程立往后退，然后一拳砸碎玻璃，把程立救了出来。程立哭着抱住头石。这时听到动静的老板娘赶了出来，头石上前质问他买程立花了多少钱，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他要把钱赔给老板娘，让程立光明正大的离开这里。回去的路上，程立心疼的用衣服帮头石擦拭伤口，而头石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程立。他卖掉了自己的车子，支付了老板娘的钱。为了不让程立脸上留疤，头石还带他去医院做了最好的手术。接下来就是程立的上学问题，由于他没有户口，无法办理学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收养程立才能解决。程立听后便跑了出去，他害怕被妈妈知道后生他的气。宗培开导他说，身份只是假装的，只是为了让他能够上学而已。如果他觉得别扭，可以不叫头石爸爸，相信等妈妈来接他的时候一定会理解的。就这样，程立和其他孩子一样开始上学。头石每天会变着花样给他做便当，这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。程立十分聪明，每次考试总能得100分。头石和宗培高兴的手舞足蹈。转眼程立上了高中，头石也放弃了催债的行当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每天晚上都会来接程立放学。很快，程立迎来了人生重要的时刻——高考。头石在校门外为他加油打气，他学着其他家长一样诚心为程立祈祷。最终，程立不负众望，考上了名牌大学的中文系，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翻译官。虽然这些年他没有叫过头石一声爸爸，但在彼此心中，他们早已是不能分开的亲人。本以为幸福的生活会这样一直持续下去，可是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打乱了这一切。电话是程立外婆打来的，原来程立的妈妈患了癌症，外婆希望程立能回来见妈妈最后一面。头石不想让程立留有遗憾，于是便带着他回到故乡。母女俩时隔多年终于重逢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痛哭起来。这些年，妈妈每天都挂念着程立，她也曾去找过女儿。看到头石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她不忍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，于是就又悄悄地离开了。妈妈为这些年头石对女儿的照顾表示感谢。
最后他请求头石帮忙寻找程丽的生父，希望程丽能和父亲相认，毕竟那是唯一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头石答应了妈妈临终的请求。很快他们就回到韩国，头石经过多方打听，最终找到了程丽的亲生父亲。可如今的他已经有了新的家庭。这天程丽发现头石的鞋子磨破了，也舍不得换，于是打电话给头石，说要参加学校的训练营，需要出去几天。头石没有多想，让他玩得开心点。结果程丽去了一家工厂做兼职，他用赚来的钱给头石买了一双新皮鞋。就在他兴高采烈回家想要给头石一个惊喜时，却接到对方的电话，让他出来一趟。原来头石是让程丽去见自己的生父。看着父女俩相认的场景，头石失落地转身离开。宗培得知头石带程丽去见生父，大骂他是个傻瓜，怎么能把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就这样送给别人。头石也明白自己可能要失去程丽了，他落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回到程丽空荡荡的房间，头石看着桌子上的照片，思绪万千，往日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历历在目。这时头石的电话突然响起。 여보세요. 아빠. 头石愣住了，这是程丽第一次叫他爸爸。程丽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自己的选择。 아빠가 데려다 줬음. 데리러도 와야지. 그래, 너 어디야? 그가 아까 거기야? 너 어디 꼼짝하지 말고 거기 있어. 아빠. 빨리 와. 그래, 금방 갈게. 头石激动的竟有些不知所措，多年的付出终于换来女儿的认可。他拿着程丽最喜欢的 CD 机，骑上摩托车就出了门。可程丽等了很久也没见头石的身影，头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10年来，程丽一直在寻找头石。如今的他如愿成为了一名翻译官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关于头石的任何信息。这天，宗培打来电话，说警察找到了关于头石的信息，让他们过去确认。程丽放弃了给总统翻译的机会，马不停蹄地赶往警局。结果发现对方并不是要找的头石，他们再一次失落地离开。路上，宗培劝程丽别再找了，他该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这时，他们路过小时候去过的商场，程丽突然想起曾给头石起过城堡的名字，于是连忙回到警局，让工作人员查一下朴城堡这个名字。经过查找，果然找到了一个和头石年龄相仿的人。他们根据地址来到一家疗养院，从负责人口中得知，朴城堡是他们10年前收留的病人。原来当年头石刚出门不久，头部就出现眩晕的症状，视线模糊的他重重摔倒在了地上，被人送到医院，发现是患了脑梗。醒来后的他失去了记忆，所以这10年来就一直住在疗养院。他每天都会在本子上不停写着城堡和担保，所以疗养院就临时给他起了城堡的名字。看着密密麻麻的名字，程丽激动地哭了起来。他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父亲终于找到了。他们来到头石的房间，此时的头石目光呆滞，已经不记得任何人。程丽哭着跪倒在头石面前。 나 담보. 아저씨 딸 승리. 나 알아보겠어. 听到担保的名字，头石开始喃喃自语。原来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担保。头石拿出了曾经送给程丽的 CD 机，这些年他一直带在身边。程丽哭着告诉头石 이제부턴 아저씨가 내 담보니까 정신 차릴 때까지 절대로 안 놔줄 거야. 他拿出那双10年前没有送出的皮鞋，换鞋的时候发现藏在袜子里破旧的存折，上面是头石为他一笔笔攒的嫁妆。程丽再次失声痛哭，他自责自己没能早点来。 아빠 미안해. 多年前，程丽问头石担保是什么意思，头石说担保就是人们在借钱的时候用来抵押的最宝贵的物品。 내가 아저씨 보물이에요? 그렇지. 네가 비로소 현금화 됐을 때 진정한 보물이 되는 거지. 그래서 담보. 우와, 내가 역시 담보야! 보물이잖아요. 如果有一天父母认不出你，身体不再强壮，记忆不再清晰，忘记了如何生活，变得不能自理，请不要嫌弃他们，因为即使父母忘记了全世界，也从未忘记爱你。